罪的真相与救恩的意义。在 Netflix 某一集心理剧中，有个角色说的这样一句话：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做过几个坏选择。这句话仿佛击中了千万观众的内心，毕竟我们也常这么想，我又没杀人放火，我只是偶尔说谎而已。谁没讲过人坏话，谁没偷偷作弊过，反正大家都一样，不就是人性吗？但如果我们都只是不完美，为什么耶稣却要为我们而死？如果我们只是做错了一些事，为何圣经要说我们需要救赎？我们要直视一个被淡化却极真实的字眼——罪。但别担心，我们不是要用宗教式的严厉指责来审判你，而是想带你看见，你比你自己以为的还要被困住，但你也比你自以为的更被爱着。这就是罪的真相与救恩的意义。某天深夜，朋友群组突然热烈讨论起一个新闻，一位知名慈善家被爆出贪污上亿，原本众人心中的模范成了全民公敌。有人留言说，这世界真的没有纯粹的好人了。但更令人不安的是另一则留言，这不就是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缩影吗？只是他被拍到，我们还没被拍到而已。这句话令人背脊发凉。圣经对罪的定义并不只限于坏人的坏行为。耶稣说过一段非常颠覆的话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马太福音第5章27到28节。也就是说，罪不只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内心的倾向、意图与态度。这听起来很不宽容，但其实是非常诚实地揭开人心的底牌。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，一位父亲为孩子预备了丰盛的一桌菜，还特别叮嘱厨房里那瓶工业清洁剂不能喝，会出事。但孩子偏偏不信，甚至觉得那瓶身漂亮，里头透明液体像果汁，硬是倒来喝了，最后被送进急诊室。这是什么？不只是犯错，而是不信任、不听从，甚至是自我为主的展现。圣经对罪的根源定义是，人不愿承认神为主，决定自己掌管生命。保罗说的直接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第3章23节。所谓亏缺神的荣耀，不是说我们不够光彩，而是我们离开了神原本为人设计的美好生命。我们像离开轨道的列车，没办法达到目的地，还可能伤人伤己。这不是因为神小气或严格，而是因为我们背离了那条生命之道。罪的后果不是报应，而是分离。有人说，我现在生活也没多坏啊，没信耶稣前也过得好好的，哪来什么罪的后果？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罪的可怕不一定立刻爆炸，而是慢性分离。就像中毒，有些毒是马上倒地，有些是3年、5年后器官慢慢坏死。罪的结果是人与神的关系断裂，我们越来越活在自己的掌控、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中，跟神的真理、爱、圣洁越走越远。我们不想听神的话，就越来越听不到他的声音。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远，却不知是我们早已关上了门。我们以为自由是想怎样就怎样，却发现最终成了欲望的奴隶。
就如耶稣所说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约翰福音8章34节。但他也说了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约翰福音8章32节。所以问题不是神为什么要审判，而是我们为什么拒绝回家。既然罪这么严重，那我们可以靠好行为来补救吗？这就像一个人已经醉海溺水，还说我来游泳锻炼体能就好了。问题是你现在不是在健身，是在沉下去。救恩不是加强课程，而是被救上岸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不是来教你怎么变好人，而是来代替你承受你无法承担的后果。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罗马书5章8节。他不是等你变好再爱你，而是在你还糊里糊涂甚至抗拒他的时候，他就选择为你死。这是何等震撼的爱！他不是在等你值得，而是让你知道你一直都被爱着。有一位年轻人这样说，信耶稣之前，我其实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大罪，但信主之后，我越来越看清自己心里的丑陋，也越来越惊讶他怎么还这么爱我。这正是救恩的奥秘，你越认识自己的罪，越懂得恩典的宝贵，你越诚实面对自己，越体会救主的慈爱，你越知道你本该沉沦，越能感恩你今天还站着。救恩不是宗教改造计划，而是生命重生的奇迹。当你接受耶稣，他不只是把你从罪里救出来，他还把你带进神的家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让你开始一条全新的生命道路。这一刻或许让你有些沉重，但请记得，只有承认自己有病的人才会去找医生，只有知道自己在水深处的人才会伸手求救，只有正视罪的真相，才会真正明白救恩的伟大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正视过罪这个词，今天或许就是那个转折点，不是让你活在自责里，而是让你终于明白，原来我不是被定罪的，是被寻回的。原来神不是要定我的罪，是要救我的命。结语，被救的不只是你的未来，也是你的现在。救恩不是等死后上天堂才有用的保险单，救恩从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开始，赐你一个新身份，神的儿女，给你一个新开始，不再被罪捆绑，带你走一条新道路，与神同行，活出他的爱。罪虽然真实，但更真实的是那跨越罪的恩典。他没有等你完美，他已经为你预备好救恩。问题是，你愿意说，我承认，我需要你的救恩吗？